大家好，我是林想。给网页添加背景图片听起来应该很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你可能会发现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系统的看一看如何正确的为元素设置背景图片，实践中会遇到哪些常见问题，以及最重要的，当问题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一步步的排查和解决。让我们开始吧。在写代码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实现背景图效果，到底应该用 HTML 的 image 标签，还是用 CSS 的 background image 属性？它们最终的视觉效果可能完全一样，但语义有本质的不同。当图片本身就是页面的核心内容时，比如电商网站的商品主图，或是新闻文章里的配图，你就必须使用 image 标签。这样做对搜索引擎优化和可访问性至关重要。因为 image 标签的 alt 属性可以告诉搜索引擎和屏幕阅读器这张图片是什么。相反，如果图片仅仅是一个装饰元素，它的作用是美化界面，增强视觉氛围，比如网站的横幅背景，那么它就应该用 background image 来实现。如果你在实际工作中感到难以抉择，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张图片加载失败了，会影响用户理解页面内容或完成核心操作吗？如果答案是会，那么就用 image 标签；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用 background image。接下来我们来看代码，这里我们的 HTML 结构很简单，一个 Hero Section 作为主视觉区，里面有一些文字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它添加背景图片。为了方便演示，这里预先设置了一些样式，我们可以使用 Background Image 来设置背景图片。保存代码，你会发现图片并没有出现，这是容易遇到的第一个问题，路径错误。我们的文件结构是这样的，关键在于引用图片所用的相对路径是相对于 CSS 文件本身的位置，而不是 HTML 文件。我们的样式文件在 CSS 文件夹里，而图片在上一级目录，所以我们需要先返回上一级才能正确的找到图片。当然，路径错误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拼写错误，这比你想象中要常见得多。又比如文件名的大小写，在 Windows 或 macOS 上，文件路径默认是大小写不敏感的，所以就算你写成大写的 BG，图片依然能正常显示。一旦你把网站部署到通常是大小写敏感的 Linux 环境中，这个路径就会立刻失效，图片就找不到了。所以一个非常好的工程实践是，所有资源文件名统一使用小写字母、数字和连字符。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图片不显示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但别担心，我们永远可以通过浏览器开发者工具找到线索。这里我用的是 Firefox， 其他浏览器也是类似的。可以看到，在样式面板里，正常情况下，把鼠标悬浮在图片的路径上，会直接预览到这张图片。如果图片路径有问题，悬浮时它会明确告诉你无法加载图片，这就给了我们最直接的排查线索。在实践中，我们无法确保图片总是能成功加载。那么，如果加载失败了怎么办呢？一个好的实践是像这里一样，始终提供一个回退背景色。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这个背景色，当图片加载失败时，白色的文字直接消失在默认的白色背景上，可读性为零。当背景图能正常加载时，就看不到这个背景色，不影响整体效果。有时候，背景图所在容器的内容可能是动态加载的，如果内容还没来得及显示，或者加载出错了，容器内部就会是空的，高度为零，我们的背景图也就看不到了，下方的内容会占据原有空间，这就是布局偏移。为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一个基础的视觉区域，一个常见的错误做法是给元素一个固定的 height。我强烈建议你要谨慎使用 height 来写死一个内容区域的高度，因为它会破坏页面布局的灵活性。当屏幕变窄，文字换行增多后，内容直接溢出了这个固定的容器，布局被破坏了。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使用 min height， 它能保证元素至少有300像素的高度，避免了在内容为空时布局坍塌，同时又允许元素被内容自由地撑开，保留了对变化的响应能力。我们也可以使用 padding 来创建垂直空间，这对于将内容垂直居中在背景区域非常有效。现在我们的背景图在容器里不断地重复平铺，这是因为 background repeat 属性的默认值就是 repeat。这个默认值在某些场景下非常有用，比如当你想用一张很小的无缝拼接的透明图片来创建一种纹理背景时，效果就很好。但是对于一张风景图，我们通常不希望它重复，所以我们把它设置为 no repeat。这时你会发现图片只出现在了左上角，这是由 background position 控制的，它的默认值是2个0%。这个属性的用法值得单独探讨，我们今天先不展开。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图片太小了，默认情况下，背景图会以它的内在尺寸来显示。在开发者工具里可以看到，这张小图的尺寸只有200×133像素。要让图片填满整个容器，我们可以使用 background size cover。
它的作用是在保持图片自身宽高比的前提下，把图片放大或缩小，直到它完全覆盖整个背景区域。这可能导致图片的一部分被裁切掉，但能保证背景区域不会有任何留白。这在背景图的场景下，通常都是你想要的效果。现在背景是被填满了，但可以看出图片已经明显模糊了，这是因为我们用了一张小图 cover 把它强行放大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常见的错误是直接用一张超高清的大图，这样无论在多大的屏幕上都清晰。我非常不建议这样做，因为高清大图的体积往往也非常大。我们在开发者工具的网络面板可以看到，这张图足足有 4.7 兆，即使在本地加载也花了20毫秒，这对用户带宽和你的服务器都是不必要的负担。更好的做法是为不同的屏幕提供不同尺寸的图片，然后使用媒体查询来根据屏幕宽度动态切换。同时别忘了使用像 TinyPNG 这样的工具，在不牺牲太多画质的前提下对图片进行压缩。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效果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但图片加载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现在来看一个关于体验的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白色文字在当前这个明暗复杂的背景上读起来非常费劲。请记住，保证内容的可读性优先级永远高于一切视觉效果。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你的团队里有设计师，直接去和他沟通，他们通常能提供更合适的背景图片，调整图片明暗，或是选择与背景对比度更强的文字颜色。他们在色彩和视觉方面远比程序员专业。如果你只是想简单快速的处理，可以试试 Background Blend Mode。我们设置值为 Multiply。如果你用过 Photoshop， 可能对这个概念很熟悉。它会把我们的背景图片和之前设置的 Background Color 进行混合，并倾向于保留两者中较暗的部分。你看，整个背景立刻变暗了，白色文字的可读性大大提升。如果你的文字是深色的，也可以反向操作，试试把 Blend Mode 设置为 Lighten。使用 Background Blend Mode 的效果会受限于你选择的背景色。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更精确、更复杂的效果，比如一个半透明的黑色蒙版，最强大灵活的方法是使用伪元素。我们添加一个绝对定位的伪元素，并给它一个半透明的背景色，这就是我们的蒙版。为了确保蒙版不会遮挡我们的文字，通过 Z-index 来控制它们的层级。这种方式给了我们完全的控制权，你甚至可以给蒙版加上模糊效果，或者让它可以和用户交互。到这里，你不仅学会了添加背景图，你还学会了如何排查问题、优化性能，以及保证最终用户体验。这正是从新手向工程师迈进的关键一步。感谢你的观看，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我是林想，我们下期再见。